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。来，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。走起来，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，在你右边再画个龙，在你胸口上。哎我去，前面这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。好，那咱今儿就模拟一场遇到车祸之后该怎么办哈。那当然是先赶紧打救援电话了。买了否认，买了否认。喂喂，你好，我们这儿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啊，请马上立刻派救护车过来支援啊 ！Over。OK， 救护车一会儿就到哈。那到这里就有人要问了啊，为啥打的是112呢？因为咱现在是在意大利，112呢是欧盟国家的报警电话，而它的由来是算了，和你们扯那么多干嘛？狼哥，我现在啊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，先把自己的车开个双闪，然后把警示牌放在距事故车辆50至100米处。这个呢，主要是为了避免造成2次事故哈。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，咱需要离得更远。好，做完这些后啊，狼哥准备检查下伤者的情况哈。嘿，你还好吗？我为什么要问这种话？看样子就知道不好了。算了，先给他把安全带解开，然后查看一下他是否还有呼吸。很好啊，这位女士还有呼吸。接着看看下一位。很遗憾，这位已经……再看他旁边这位男士情况咋样？颈部受伤。看来也无法施救了，主要是这棵树木倒的位置也太不好了。再来看看这位男士的情况咋样，检查一下是否还有呼吸。很好，这位可以施救。只是这伤口吧，狼哥我看了都疼。算了，狼哥我决定先帮他简单处理一下伤口，先来找个急救包，咱尽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哈。需要一些锋利的东西，这什么意思啊？狼哥我记得我车上还有一把工具刀的。对，就是它，看需要咱们做啥哈。原来是需要咱们剪断树枝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就可以包扎伤口了。咱们戴上手套，拿上剪刀，对着伤者就是一下。别误会哈，狼哥我只是剪开伤者的衣服，这样啊便于咱们包扎伤口。将负垫放在伤口处，然后对周围进行施压。经过狼哥我的一番操作之后，救护车终于是来到了现场。就在狼哥我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啊，他们居然让我找出车祸的原因。你说这是整的，把狼哥我当侦探了啊？行吧，那我也不装了，福尔摩斯浪申请上线。那我就尝试着找原因吧。狼哥我也好奇，这场悲剧到底是怎样造成的哈？是意外呢，还是人为呢？第一个线索，轮胎印儿。试图躲避事故，但汽车失去控制，撞到树上。这个线索解释了这辆车的惨剧哈。第二个线索，没固定好原木，从拖车上掉下来。这原因渐渐明朗起来了，很有可能就是掉落的原木导致绿色小车被砸。看这个线索刚好印证了浪哥的猜想啊。那白色小车的是因为啥？难道是追尾吗？让我看啊。松动的树枝卡在了它的方向盘，导致无法转动。明白了。那接下来浪哥又来个案件还原哈。在这条公路上，一辆拖着木材的拖车，由于打包不用心，当然也有可能是车速过快，导致打包带松动原木掉落，刚好呢打到了后面的绿色车辆。脱落的树枝呢也卡在了白色车辆的轮胎，导致方向盘失灵，发生追尾。迎面行驶过来的红色车辆看到事故后，本能的想躲避，从而撞到了旁边的大树，形成了现在的车祸局面。这就是整个事件的经过了。看来是因为放着木材的拖车司机不够谨慎的操作，导致了这场悲剧的结局啊。Hello, it's me. 好了，小伙伴们，这是今天的车祸模拟现场啊。这件事告诉我们在生活中不管做事儿还是开车，都得小心谨慎才行。
道路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，行车不规范，亲人两行泪啊！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